你敢相信吗？一个坐拥半个中国的老牌强国，竟然被一个600里地的低级骗局深深坑掉了800年国运。他就是战国最惨的赌徒楚怀王。他曾距离攻入咸阳仅剩最后100里，却遭遇了历史上最狠的背刺。最荒诞的是，这位大国之主最后又被诱骗囚禁，憋屈地死在了敌国的监狱里。从威震诸侯到国破家亡，是张仪的嘴太毒，还是楚国的命太苦？今天我们来看看楚国是如何走向衰弱的。楚国本是春秋老牌强国，虽在春秋末期遭吴国重创，国势一落千丈，但经楚昭王、楚惠王数十年苦心经营，国力逐步恢复。时间来到楚悼王在位时期，吴起因遭魏武侯猜忌，在魏国无立足之地，转而投奔楚国，凭借过人才能，很快获得楚悼王的重用。楚悼王任命吴起主持变法，核心直指旧贵族势力，打击世袭特权，削弱贵族势力，同时大力整肃军队，强化武备。这场变法成效显著，楚国迅速崛起。随后南平百越，拓土千里，北并陈、蔡，还多次击退三晋联军，一时威震诸侯。可盛极而衰，往往只在一瞬间。公元前381年，楚悼王病逝，楚国旧贵族趁机发动叛乱，乱箭射杀吴起。新即位的楚肃王为了稳定朝政，不得不废除吴起部分变法举措，楚国的变法大打折扣。到了战国中期，中原的魏国深陷秦齐两面夹击的困境，日子过得举步维艰。为了破局求生，魏惠王采纳谋士惠施的建议，放下大国身段，变符折节，朝拜齐国。于公元前334年，与齐威王在徐州互相尊王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徐州相王。而魏惠王的算盘远不止于此，他想借此挑起楚齐矛盾，引楚国攻齐，以坐收渔利，保全自身。最终这场政治博弈直接引发了齐楚徐州之战。此时的天下，齐、秦两国一东一西双锋对峙，形成了两大霸权核心。两国争相拉拢诸侯，孤立对手，展开了激烈的势力角逐。而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等国则夹在中间，在联秦抗齐与联齐抗秦的阵营中摇摆不定，谁也不愿轻易压住。至此，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大幕正式拉开。就在这样的复杂格局下，两大谋略家相继登场，抛出了截然相反的战略主张。张仪提出连横之策，主张诸侯依附某一个强国，借强国之力攻打其他弱国，逐步兼并扩张。公孙衍则针锋相对，倡导合纵之术，号召天下弱国联合起来，共同对抗齐、秦这样的强国。一场影响战国格局的纵横之争就此轰轰烈烈展开。张仪投奔秦国后，凭借过人的谋略，深受秦惠文王重用。他率先出使魏国，试图游说魏惠王推行连横，依附秦国。可魏惠王虽国力衰退，却仍有几分骨气，始终不肯就范。游说失败后，秦国当即放弃怀柔之策，转而用武力施压。公元前322年，秦军大举进攻魏国，先后攻克曲沃、平州等地。不久又出兵突袭韩国，企图用武力逼迫两国臣服。秦国的强势扩张让东方各国深感威胁，合纵抗秦的呼声愈发高涨。公元前318年，魏相公孙衍挺身而出，牵头发起合纵联盟，成功联合魏、赵、韩、燕、楚五国，共同出兵攻秦。为了分散秦军兵力，他还特意说服义渠国从侧背偷袭秦国，形成两面牵制之势。可这看似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，实则是一盘散沙。楚、燕两国因地处偏远，受秦国直接威胁较小，出兵态度消极敷衍，全程观望不前。真正投入战斗的只有魏、赵、韩三国。联军一路推进至函谷关下，被早有防备的秦军一举击退。次年，秦将初里吉率领秦军在修鱼与三国联军展开决战，凭借强悍战力大破敌军，歼灭8万余人。第一次合纵攻秦之战，最终以惨败收场。不过秦国也并非全身而退，其在西线与义渠的交战中未能取胜，双线作战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暂时调整东进战略。秦惠文王将进攻重心转向西侧的义渠，先解决后顾之忧。就在此时，南方的巴蜀两国爆发混战，巴国不敌蜀国，急忙派人向秦国求援，这无疑给秦国送来了扩张的绝佳契机。朝堂之上，张仪与司马错曾有过争论，最终司马错的主张胜出，攻打蜀国。
既能扩充辽阔领土，富足民生，又能以巴蜀为战略基地，日后顺江而下进攻楚国，一举多得。于是，公元前316年，张仪、司马错率军南下伐蜀，顺利攻灭蜀国后，又顺势吞并巴国，将富庶的巴蜀之地彻底纳入秦国版图。第二年，秦国调集重兵，从东南西3个方向同时进攻义渠，连夺25座城池，义渠国实力大损，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。经此两战，秦国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，不仅领土大幅扩张，还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本，为日后东出奠定了基础。随着秦、齐两国通过变法相继崛起，反观楚国，虽坐拥千里沃土，人口众多，堪称老牌强国，却深陷内忧外患的处境。内部贵族势力根深蒂固，盘根错节；外部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，楚国却无能为力。为了改变困局，公元前317年，楚怀王再次任用屈原进行变法。屈原的变法旨在严明法度以整肃朝纲，削弱贵族特权以凝聚国力，选贤举人，整顿吏治与兵制以夯实根基，同时极力维系联齐合纵的抗秦格局。由于改革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，加之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谗言，这次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。楚国变法虽打了折扣，但凭借地广人多的深厚根基，仍是战国舞台上的重要力量。随着秦、齐两国势均力敌，楚国的立场成了左右天下格局的关键筹码。当时齐楚结成同盟，这让雄心勃勃的秦国如芒在背，拆散这个同盟成了秦国的首要目标。公元前313年，秦相张仪主动请缨出使楚国，专门游说楚怀王，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此展开。他向楚怀王抛出重磅诱饵，只要楚国与齐国断交，秦国便割让商巫之地600里作为回报。楚怀王贪图土地，轻易采信了张仪的花言巧语，当即下令与齐国断绝同盟。可当楚国使者兴冲冲赶赴秦国索取土地时，张仪却翻脸不认人，狡辩当初约定的只是6里地，压根没有600里之说。楚怀王得知受骗，怒不可遏，当即发动丹阳之战，派将军屈盖率军进攻秦国商巫地区。而此时，楚国进攻韩国雍氏的战事仍在同步推进。就在秦楚激战正酣时，齐国趁机联合宋国攻打魏国，联军一路攻至主沼，天下局势瞬间变得错综复杂起来。面对楚军进攻，秦军兵分3路展开反击。中路的魏章率先在丹阳大败楚军，斩杀8万将士，还生擒主将屈盖。随后，魏章率军西进，与西路甘茂秦军会合，一举攻占楚国汉中600里土地。东路的初里吉先是协助魏章击溃屈盖所部，又向东反攻楚将紧瘁楚军，并大获全胜。随后火速驰援魏国，在濮水一带打败齐宋联军，秦国一时间连连获捷，声势大振。就在秦国沉浸在连胜喜悦中时，不甘心失败的楚国却敏锐捕捉到反击战机。秦军此时意志松懈，且国内防御空虚，楚怀王孤注一掷，下令全国总动员，集结所有精锐兵力，沿武关道北上猛攻秦国。这便是史料中记载的西国兵复袭秦。这场绝地反击完全出乎秦国意料，要知道这是一场豪赌，楚军精锐尽出，后方空虚，随时可能遭其他诸侯偷袭。幸运的是，楚国的军事冒险在初期大获成功，不仅收回全部失地，还攻破武关，一路打到距离咸阳仅100里的蓝田。蓝田是防守咸阳的重镇，更是商巫之地北侧的重要关隘。秦国见状，急忙从全国调兵，集结于蓝田，与楚军展开决战。同时，秦国动用外交手腕，说服韩、魏两国出兵偷袭楚国后方。蓝田一战，秦军再度获胜。而此时楚军精锐全在前线，后方南阳防守空虚，韩魏联军趁机攻占赵陵，直逼楚地邓城。楚军后路眼看就要被切断，腹背受敌之下，楚军已无可能在退路被断前击破秦军，只能连夜撤军，还被迫向秦国割地求和。经丹阳、蓝田两战，楚国精锐损耗殆尽，国力由盛转衰，自此一蹶不振。就在楚国深陷困境时，曾经称霸中原的越国也早已不复往日荣光。勾践之后，越国接连爆发弑君篡位之乱，国力日渐衰退。面对齐楚复兴，只能将都城从琅琊迁回南方。到越王吴江时期，越国实力大不如前，
却执意要重振越国的霸业。蓝田之战时，越国曾援助魏国战船、箭矢等武器，这也让一直对越有觊觎之心的楚怀王找到了动手的借口。公元前306年，越王吴江原本计划北上伐齐，却被齐国侧室巧言诱骗，转而率军攻打楚国。而楚国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此前已派昭华潜入越国5年，暗中煽动内乱，摸清越国虚实。越军进入楚国境内后，很快被楚军设伏歼灭。越王吴江战死，楚国顺势出兵吞并吴越之地，曾经称霸一方的越国就此覆灭。楚怀王也借着这场胜利暂时扳回一局，可这并未扭转楚国的颓势。蓝田之战后，楚怀王为了挽回局面，在齐、秦两大阵营间反复摇摆，举棋不定。灭越同年，齐国计划联合楚、韩、魏合纵伐秦。秦国为了瓦解同盟，一面与楚怀王联姻，一面将上庸之地归还楚国，成功拉拢楚国结盟。齐国、韩国、魏国因楚国背约大陆，联合出兵伐楚。楚怀王无奈之下，派太子熊衡入至秦国换取援军，三国才被迫退兵。没过多久，太子熊衡在秦国因私斗杀死秦大夫，随后偷偷逃回楚国，这直接导致楚国与秦国和齐国关系同时破裂。公元前301年，秦、齐、魏、韩4国组成联军进攻楚国。楚怀王派堂妹率军在垂沙迎战，结果楚军大败，堂妹战死，楚国王业以北领土全部丧失。同年，宋康王也趁机南攻楚国，夺取淮北之地，楚国处境雪上加霜。公元前299年，秦昭襄王假意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面结盟，楚怀王一踏入武关，就被秦军当场劫持，押往咸阳。秦国以此为要挟，强迫楚怀王割让乌郡、黔中郡。性情刚烈的楚怀王宁死不从，最终被秦国囚禁致死，客死他乡。楚怀王的悲剧正是楚国由盛转衰的缩影。他在位期间，既有吞并越国的高光时刻，更有受张仪欺骗，在两大阵营间摇摆的昏聩之举，接连遭遇丹阳、蓝田、垂沙之战的惨败，致使楚国精锐尽失，领土锐减，国力浩劫。这个曾经威震诸侯、地广千里的老牌强国，就此彻底坠入衰落。